好，那个大家好，我是 A 班刘宇伦。那今天我们又再次欢迎郑医师来帮我们分享他的厨艺长嘴系列。那今天是他要介绍那个他帮忙做了一些就是会议室资讯的一个 hack。好，那另外一个最后面的话，我们会有大概5分钟时间，因为就是天宇他成立的一个下班后的 AI 是应用，叫做 AI 那个就是简称叫做那个这边的 AI 社哈，然后 AI 创客社，然后到时候会请他在作为一个5分钟的那个业配。好，那就谢谢郑医师。好，那各位同仁大家好。那因为不到几个月都要讲一次，所以我快要没梗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东西，然后我希望我讲的东西能够尽量贴近就是大家们的程度跟需求啊。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或者是有什么想听的，都可以写在问卷上面，然后在我的程度以内的，我可以就是考虑看看可不可以讲这样子，不然真的是没梗了。那之前几次就是有做一些 demo 给大家看，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就是大概了解，就是说我如果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要怎么开始做的时候，就是那个流程或者是做起来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今天我就没有那么多 demo 的东西给大家看的，因为其实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些做法而已。其实你就是打开你的 Cloud Code 或者是 Codex 或者是任何的 AI agent， 然后你跟他聊天，其实就是可以做到我今天做的东西的这种程度。所以我就是稍微 demo 一下，就是我用我之前讲过的那些观念或者是工具，然后怎么样去打造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中可以蛮方便的一些小程式。那有的其实应该是远比大家预期的来的简单，就可以用了。所以就是 demo 给大家看看，就是刺激大家的想法。那今天的重点会是在就是我做的一些 Chrome 的专属的扩充套件，就是 Chrome 的 extension。那理论上没有任何程式跟那个网站架构基础应该也都可以做，因为我自己虽然有一些程式或网站架构基础，但其实我还是我之前一直想要学 extension 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不会写 JavaScript， 还有它的那些东西，反正就是很复杂。但是现在有了那个 AI coding 这些工具，像 Codex 或 Cloud Code 这些工具，其实就会很方便，就是其实写程式的部分就是让他们来处理。那我们就是负责许愿，那今天就让大家看一下我怎么许愿的这样子哦。好，那先 demo 一个最主要的结果好了，就是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内网的会议的页面。那你就会看到我们的那个内网的会议页面，如果点那个本日资讯起来进去，就会给大家看这个本日资讯的网站嘛。那这个已经是改过的，那其实旧版的还会有另外一个样子，要看一下。好，旧版的我没有，等一下它没有动画。好，那大家忍耐一下，我等一下秀给大家看。好，反正就是旧的网页就是长这样。那我是看这个网页看不太开心很久了，因为这个网页的资讯，它本来是设计那个就是直视版面，因为它是要为了在那个我们会议室的，就是7楼的那个有一个直视荧幕上面去 demo 去使用的，所以它其实是直视版面呈现比较方便，但是它在横视版面做起来就是反正就是很挤很难用，所以它自从我们的本日会议改成这个页面之后，我就很难在这个网页好好的看到底本日会议有哪些，那就是要开到那个7日会议去。这也是我们那个会议室网页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本日会议点进来是这个，然后7日会议点进去其实是本日会议，对。反正就蛮有趣的。那我改造之后就会长成像右边这样，因为我就是受不了它这个资讯呈现的方式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 hack 一下，那弄一个我觉得就是比较清楚资讯清楚可以接受的一个网站出来。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很难，就是说，那我是不是要重写一些东西？我要改造我整个资讯室的会议系统，然后还是我要知道那个 CSS 然后网页要怎么写然后甚至这个用到 JavaScript， 我会用到要知道什么 JavaScript， 答案是全部都不用，我们就是会许愿就好。这个工具从0到完成，我是一行程式码都没有写，是真的完全没有写，连我自己手动进去改都没有，就是让那个 Cloud Code 就是直接帮我做出来这样子。好。那反正这个就是因为我有动画没有成功的样子，让大家看一下旧的长相，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了那新的长相就会是像这样子。那它会有一个
就是资讯告诉你，就是今天有几场会议啊，然后正在进行中的会议是哪些，然后更底下等一下都会秀给大家看，更底下一个时间轴。然后像那个7日会议预览，这个就是我们的7大不思议之一嘛，就是我们的那个会议网页为什么，先删掉，就是我们会议网，它仅供检视，它不能改，好吧？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本日会议点进去就是后面那个，然后就是那个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本日会议网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7日会议点进去就是看到是本日会议，然后就是一个表格，然后就是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真的预览本日会议，然后你要另外去点那个3条线，然后再去把那个是5日内会议的东西找出来。那5日内会议呈现的就会变成是后面这个表格，就是一连串一个超长的表格，所以我就要一直往下拉，一直往下拉去看每一天的那个每天的会议，然后其实这些资讯全部都就是这样一条龙的混在一起呈现，其实是就是很难找我要看到的东西，或者是就很难，反正很难浏览也很难查阅。对，那所以我黑客过的网站就会长得像这样子，它就会是一个7天的看板。这个我刚才讲说我要那种像是，又忘掉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看板式的不是，是那个有一个专案管理软体，我们叫什么？就是这种看板式看棒啊，对 Trello 式的呈现，我要这种看板式的呈现，就是每一天给他一张看板，然后下面就是卡片，然后就告诉我那个会议卡片是什么，然后。对，然后上面有各种资讯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是听起来很复杂，对，这感觉如果请资讯师要改造我们的资讯会议系统呈现，包出去一个案子，我今天早上听说那个我们改一个网站，改一个说明要45万，我猜那个改这个网页可能要花我几百万的钱来改，好，那为什么选好？那就是反正就让大家知道到时候会做出这种东西来，先给大家秀一下。好，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这个是 Chrome 的扩充套件，为什么？大家知道我们平常上班开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浏览器，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打开浏览器。不管我是看网页，我要打开公文系统，公文系统也是浏览器。然后我们内网各种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全部都是浏览器。所以其实浏览器已经是我们现在工作上最常使用的一种软体。然后包括就是这些网页形式的呈现 ，JavaScript 这些东西。对啊，然后我们常常在收这个 email。Gmail 也是浏览器啊，然后我们看那个晨会面板也浏览器，各种都浏览器。另外一个最常开的应该是 Line，我们的工作大概就是可以靠浏览器跟 Line， 然后还有 Microsoft Office 这些，这3个软体应该就 cover 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了齁。对，那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在浏览器上面，所以我想要在浏览器上面就是让我的工作更简单的话，其实我可以使用的东西就是这个浏览器的扩充套件。其实扩充套件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大家今天听完我分享的东西之后，大家其实也有兴趣也可以去 Google 看看，就是其实它那个扩充套件还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它其实可以做蛮多事情，几乎你就是人怎么样操作浏览器可以做的事情，都可以让扩充套件来完成。所以其实可以很多东西你可以试着考虑看看，可以用这个扩充套件的形式来帮你来做。那我就是 demo 最简单的一些东西。浏览器，对，第一个是通常我们看到一个网站，它就是长这样子嘛，但是它传给我们的东西长什么样子啊？这个我看一下。好，没关系，就是网站呈现，大家知道有前端、后端，通常就是反正我就是资料传到我的我的电脑，然后我的浏览器解读之后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它传过来的资料可以不用改变，但是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怎么看这个资料是我的浏览器设定，跟我可以要求我的浏览器怎么样去解读这些资料，怎么样去呈现这些资料。所以我可以不用管资讯室那个会议系统的到底怎么做，但是它传过来我的那些会议资料，然后就是传过来的。那我要怎么样去看这些会议资料？其实我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看，我不要用它本来给我的那个网页的方式来看。对，所以我不用去问资讯室这个系统在哪里，我要不要花钱来改，然后我不用申请什么权限去改，什么都不用，我只是想要改变这个网页的长相、看的样子所以本来的网站、本来的资料都不用动，对。然后它就是跟着我的，因为浏览器我那个扩充套件我要怎么安装，然后设定是什么，其实那个是可以跟着我们的使用者设定的。当然我印象中我们内网的浏览器是有锁这件事情的，好像就是我不能够 login 我的使用者账号。印象中，因为我很少用，对，没关系，不管行不行都没关系，反正就是大不了再重装一次而已，很简单。
就是换一台电脑就重装一次，所以我不用管要不要架站，我不用处理后端资料的问题，因为我没有要改变后端的资料的来源。对，那我就当然就有没有伺服器的问题啊，我不用另外开，也不用开什么网页伺服器，因为我只是要我自己看到的那个网页长什么样子，我要改过来而已，我没有要管别人看到的网页长什么样子。对，然后我的内网登录的网络这些都直接用，而且只装在我自己的电脑，反正就是我自己看得很开心就好了。那如果大家一起看得很开心，就大家一起装这个 extension 就好了。好，所以你看，我第一个改造难用的版面，所以原理就是这样，就是那个网页传过来之后，我不要用本来的那个方式来呈现，那我就可以请我的浏览器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呈现，然后所以可以重新排版，所以其实是刚才那个会议室网页的原理。对，然后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最基本的，大家用那个浏览器看网页的时候，滑鼠滑过去，这个叫 hover， 滑过去它可能会跳出什么服务资讯那种东西嘛，所以它是可以有这个，第一个是这种功能，我也可以设定这个功能，所以我可以滑到什么地方，它就跳出来什么帮我查询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我可以一键截取加行事历，我可以右键选取起来按右键选单，我可以设定右键选单要加什么功能，比如说我要加进字典，我要查询什么东西，我要用 Google 查询，或者我要加进什么行事历，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去跟我的网页上的资料去做互动，然后可以自动筛选跟提醒，这个东西是我在改造这个版面之后我就可以加上去的，所以等一下就可以秀给大家看。共同点就是反正就是资讯室已经传了，资讯室的会议系统传了一个网页过来要给我看，但是我自己在上面加料，我的浏览器我用浏览器打开这个网页的时候，我可以在上面加料，我可以改成我喜欢的形式，我可以加我想要的功能，全部都可以在我这一端发生的，不是在资讯室那一端，不是在他们伺服器端发生的，所以我可以改变我这边就好了。这个就是那个中国人的大道理，山不转路转嘛，反正资讯是很难改变，那我就只好改变我自己。好，那我的工作流程适不适合，你就可以先想啊，就是说，那我这些工作流程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在上面用了？比如说我的工作流程其中一个就是我每天来办公室，我就是会打开本日会议网页，然后看一下今天有什么会议，然后哪些是我要参加，哪些是不用参加，哪些是我要参加，时间在哪里，地点在哪里，然后我就会再被资讯室的会议系统的网页再起一次，因为真的很难查，所以我就会受不了，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改变？然后想想的确有可能，我就是用这个刚才郑医师讲的这个观念，搞不好是有机会来做改变的，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丢给 Cloudcode 说，那我受不了我们的那个会议室的内网的会议室系统很久了，那是不是有机会做一些改变？那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改变比较好？其实我那个时候跟他讨论的时候，我是给他2个选项，第一个是你可不可以抓那个网页的资料，有点像爬虫，我直接抓网页的资料，然后另外加一个网站或网页给我。还是说我可以直接在浏览器端用一些形式，类似比如说像 extension 这样的形式来达成。他就跟我说，这2个我应该就是选 extension 最好最简单，对，所以我们后来就选了 extension 这个解法，对，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浏览器里面，浏览器就是浏览器，对 ，Chrome、extension、Firefox 都可以。那它会重复发生，我每天都会打开，我都会发生，我要做一次，然后我就要再忍受一次那个会议的内网网页，我受不了了。然后它的画面原则上资讯都已经在画面上了，只是很难找、很难看、很难用。对，所以我只要在我自己这一端做一些加料，我就可以来使用。改善少数人就够吗？够了，我改善就好，大家不一定要跟着改善。资讯是可以继续它的 style， 可以不用改，没关系，我改变我自己。对。那如果其他人想要一起改变的话，那就是我可以把这个 extension 分享给大家，大家一起改变这样子。好，你看，那有一些东西是不建议的啦，比如说刚才有讲了，这个解法巧妙的地方是在于，它就是只动前端，意思就是它只动在你的这一端显示的东西，其实不动后端，后端就是在伺服器方面传的资料，或者是就是各维护的系统，原则上我就不动。我没有要动那些伺服器端的资料，我没有要改写会议室，比如说我没有要去改变我会议室的预约，或者说要改时间，那些是真的要会议室管理系统去处理的。我只是要改变前端的显示，到底有哪些会议，你就好好的显示出来给我看。对，所以它是可以显示的辅助。然后多人要共用的时候，基本上这件事情，这个 extension 装了只会在我的电脑改，就是我可以看到漂漂亮亮的新的会议的网页，其他人看不到。对，那如果大家都要能看到的话，要么就是大家都要装，或者是我就是要从源头改，
就是要把资讯室在它的网页伺服器上的那一份网页改成一样的形式，那就是更麻烦的事情啊。好，然后资料根本不在网页上，这就是一开始跟头啊，原本嘛。我如果是在 Excel 在纸本，那就是别的工具。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是在浏览器上发生的，那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处理。好，那大家就会问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内网弄这些东西，会不会有治安的问题？好，那这个解法的巧妙之处就是，第一个，资料不会离开电脑，所以它其实完全没有动到任何资料的问题，就是我其实就是开本来的会议室网页而已。那本来的会议室网页给我什么资料，传什么资料到我的电脑，我就是接收那些资料，我也没有再把那些资料传出去。那个资料也没有传到，比如说某个云端伺服器让它处理之后再回到我的电脑，没有，我的改造只是资料本来就在我的就在我的电脑，然后我的电脑的浏览器改变了它看这个资料的方式，就这样子而已。好，那唯一的例外是，好，这个是我后来有加一个那个加入 Google 阅历的功能，可是其实这个功能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其实就只是我点了一个连结，然后会跳出个 Google Calendar 加那个会议资料而已，所以这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唯一的风险是这个，但是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风险。然后就是有一些免责声明，这我做东西都会有，然后选对授权这个都应该还好，所以其实最重要是这个啦，资料会不会离开电脑，会不会有什么治安或者隐私泄露问题？原则上这个解法是不会有的。除非我偷偷在 extension 我做的 extension 里面买一些不安全的程式码，那就是有人故意要那个，所以请大家认明那个安装的来源是正义师提供的官方来源。好，那这个后中套件怎么运作？原则上啊，这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是前端、后端跟可介入，后端就是伺服器端的资料。然后前端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东西，后端就是伺服器的厨房啊，伺服器那边的资料，埋在资讯室的系统里面，在它的机房伺服器里面，原则上我们碰不到，也不会去碰它。那我们原则上就是把它前端端上台，才就是后端的伺服器会传网页，就是那个会议网页的资讯过来。那我的重点就是我把它摆盘摆得更好看而已，我没有要变动它任何给我的任何东西，对，那所以其实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前端做处理，那就是在我这一端而已。好，所以它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我可以直接改变它显示的形式，因为其实网页资料的形式现在都是拆开来的，就是资料跟风格是拆开的。资料本身有哪些资料？比如说我就是全部的会议清单的资料。风格的话，就是说我那个会议要怎么显示，我是用表格显示，用那个时间轴的方式来显示，然后我的颜色、字型、大小那些是另外有一个风格的样式的表来决定的，所以我其实不用改变资料，我就是改变要显示的风格的那个东西就好了，对，然后所以它就是会原地改造，所以然后我就可以原地把那个网页换掉啊，这个其实直接秀给大家看最简单。好，那开一个自己的网页，当大家会觉得我直接换掉有点不太有安全感的话，那也没关系，那我们就是改成我点了以后会开一个新版的网页给你看也可以。好，对，然后原则上就是它就是你按了在动这样子。好，所以做的时候原则上其实我就是跟他讲说我们现在网页会呈现什么样的资料，那我就要把这个资料重新炒菜重新呈现，然后他就会把它就是整理出来这样子而已。好，所以我怎么做呢？其实我就是跟他讲，我就是用 Cloud Code，Cloud Code 就是我的工程师，我承办人，咨询师要外包给厂商报几百万的东西来做，那我就是外包给 Cloud Code，每个月就是$20请他做这样子。好，然后我就是原则上我就是开需求、开目标，然后告诉他哪里不对，然后他就会做出来。好，所以就是像大家平常一样，这个其实大家应该很熟，前几个分享也都是这样嘛，就是我们拼命分享，我们拼命讲我们的需求，然后他就会做东西我就开始叫他改，我试用，然后开始叫他改，然后他就会改，其实就这样而已。比如说时间轴红线不对，他就请他改，然后什么就请他改，就这样，其实很简单。好，这个好就不特别讲，唯一的技术操作就是我要会安装那个开发版的 extension， 就直接示范给大家看就好了。好，所以最后就秀3个范例给大家看啊。我开始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我开始试用这个 extension 可以怎么改变我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我想到的是，因为我之前在学日文，然后我常常看日文网页，就会想说，那这个日文单字都不熟，那对大家来讲，应该就是比如说我在看国际疫情，或者是在看国外的新闻网。
临时要查单字要怎么查？那其实我就会很希望有那种很方便可以查，我按右键它就可以帮我查，或者是我只要滑上去它就帮我查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做一个对日文的那个查询的文字网页，然后就是我看过日文网页，然后我就是点上去选取，然后它就会滑鼠滑上去，它就会自动秀那个字典，告诉我那个字是什么。好，它就只是一个叠加查询的功能。那我做出这个，我发现5分钟那个Cloud Code就会做出这个东西给我之后，我就想说，哇，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开会开到一半，大家在那边说，就是某个病的病例定义到底是什么，或者是某个病的什么防治工作手册上是规定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鸡同鸭讲一大堆，然后但是大家记得都不一样，所以就会打开 CDC 的网页来查。然后为了要就是在那边开那个病例定义跟网页，我就是要点开浏览器，然后打开网页，然后做的功能就是我就选取我要查的那个病，然后他按右键，然后他就帮我查那个通报病例定义是什么，然后跟那个传染病工作手册内容是什么。对，那我工作上可能就会很方便。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更进阶版，就是我刚才讲的比较大的案子是那个 CDC 的会议看板。好，最后5分钟跟大家讲一下。好，好，直接秀了。然后所以日文那个其实就这样，比如说我现在选的，我就是按右键，这个是选取，我就选了。然后所以我滑鼠滑到这上面之后，它就会跳出来，这个其实就是实际的页面，它就会跳出来说，哦，这个日文的这个汉字是什么，怎么念，然后它的那个翻译是什么，然后我可以把它加入手账，就是我说我要背单字，它也可以做一个来念英文用的背单字，我就可以加入手账，加入那个储存的单字本，然后我点开我的 extension， 它就会告诉我已经存了哪些单字，我可以复习。像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你知道，你把我刚才讲的那些话全部辨识出来之后，改成 prompt 丢进 Cloud Code，它就会做出这种东西来给你。大家可以试试看，是真的是这样哦，不用任何的专业的知识。好，所以做完这个东西之后，我就想说，因为我之前很无聊，在试着那个抄我的 Anti-Gravity 跟 Cloud Code 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请他。我就试着要写网页爬虫，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是请他自动帮我写一个网页爬虫，把我们 CDC 的网页上面的病例定义跟那个传染病工作手册也全部爬下来，因为我也受不了那个网页那样子的呈现了。对，然后爬下来之后我就海阔天空，因为我爬下来那个资料之后，我想干嘛都可以，所以我就利用那个资料建了一个简单的资料库，然后就做了这个 Chrome extension。它其实就是你看，我以后看到 CDC 的新闻，然后我就看到日本脑炎，我就选起来按右键。他就会告诉你，我可以查同病例定义日本脑炎，然后点下去，然后他就会查这登革热没关系，登革热，然后就告诉你通报定义是什么，然后那个符合临床条件是什么，然后你可以选那个工作手册，忘掉我们把工作手册做进来，搞不好没有，那就是只有那病例定义。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也可以把工作手册做进去，但是内容就会变得很多很复杂。好，然后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啦，这个本日会议、期日会议的改造，这个直接做给大家看啊。这个网页，这个就是我把东西放上来，因为把它放到 GitHub 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本公司会议隐私的问题，那我就没有把它放出去，所以我把它放在我们的 Google Drive 里面而已。然后里面其实有详细的安装说明，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点进去看。好，它没有直接显示啊。然后反正下载再直接看，然后会有一个安装档，就是最新版是 1.3.2， 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就会，我已经打开了啦，下载以后下载在这个 1.3.2， 然后会有安装说明，这个我都有贴心的帮大家写好了，虽然是叫 Cloud Code 写的。好，然后要安装的话，其实好，我直接示范一次，其实就是打开这个扩充功能的扩充功能，然后管理扩充功能，然后就跳出这个功能，然后我要用开发人员模式。因为我用的是没有上架的东西，然后我就选择载入解压缩。载入解压缩档之后，我就是要选刚才的那个下载，然后我已经开在这里解压缩的档，然后我就选择这个资料夹，然后它就安装好了，然后我就重新载入，所以你就会看到我这里就多了一个，这个吧。这里多了一个功能叫做会议看板，然后我今天就是打开我的内网 intra 点
cdc intranet 啊 intranet 点 cdc 点 gov 点 tw 好，然后我今天上班我就想要知道到底有什么会，所以我就会再打开公布栏，然后我就看本日会议，然后就再被吃一次。不是现在又是更新版的吗？你看，因为我已经装了这个网页了，所以它自动取代了本来的网页呈现，就变成新版的。我跟他要求要有那个时间轴要有，然后我跟他说我要做类似资讯做好资讯设计，然后要像是 dashboard 这样的呈现，然后以那个 infographic 的风格来做，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仪表板给我，然后套用的形式就是我上次分享的那个 style guide， 然后我就跟他说用那个风格来参考，然后所以这个颜色是有那个风格，然后就是他就直接做这个，其实我甚至没有请他在手动改什么东西，他就直接就是 one shot 就做这样的东西出来给我，然后为了减轻大家的不安感，所以我还有留原始页面的网页给大家看。但是现在开原始页面就会变这样，就是因为它就是会被我这个盖过去，它会重新用一个方法来呈现，所以我会留一个显示原始页面的。如果大家真的很没有安全感，显示原始页面就会跳回来，原始页面就长这样。所以这其实背后的资料都一样，都已经传到你的电脑了，只是它就是用2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一个是旧的方式来呈现，一个用新的方式来呈现。然后7日预览本来是涨，我看一下我们的内网本来7日预览涨。5日内会议本来你看好歹跳一个本来的，然后就是快速闪现，因为我套了这个extension， 它就会自动把它魔改成我的新版的版本。对，然后所以你本来会长这样，就是点5日会议出现的其实是本日会议，然后我还要再点那个7日会议才会有7日会议这样子然后点了之后就会这样子，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一天是哪一天，很难找。对，然后就是把它做成更好、更容易使用的形式7日会议。对，然后做好这个东西之后，我就可以开始点菜了。比如说刘大说他开始老花了，就这个字太小，我就请他加了一个字体可以改变的功能。然后有人说视讯的功能要加上去，我就把视讯的功能也请他抓了加上去，所以大家点这个就会有视讯的功能，但视讯点在哪里都可以。然后本来的网页没有那个搜寻框，所以我也请他加了搜寻框，就你要看只有林森的然后中区，然后东区、台北区全部地点有没有视讯，有没有干嘛都可以。对，然后你想要自己加量这是我要参加的，我要参加晨会加星星。然后我要加那个我要开的会，我要加 Google Calendar， 我就加了一个 Google Calendar 的功能，它可以自动帮我加入 Google Calendar， 然后就很看会议在哪里、时间什么的，就全部帮你填进来所以这都半天就做完了。就是你要什么功能，你就直接许愿就好了。好，我本来投影片在哪里？对，所以就是这样。然后这里有一个 prompt 你看我的 prompt 其实大家就是这样给而已。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用 extension 的形式，然后要魔改我们的内部网站，重新呈现桌机浏览的仪表板，然后从零开始建，然后大概跟他讲一下背景的资料跟我的功能的需求。然后这个是他自己在生出来的，像这种东西太技术了，可能不是你一开始能写的。你一开始大概其实有左边这个 prompt 就好，他会帮你生右边的一些东西出来，然后他就会做类似刚才那样的东西出现，然后就会像刚才这样。好，所以只要大家会在浏览器上做的事情，就是可以考虑用这个 extension 来处理。那以前会觉得 extension 开发非常的麻烦，但其实现在有 Cloud Code 或者是 Codex 或者是 Anti-Gravity 这样的工具，其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来试试看。我分享就到今天这边，然后连结刚才那3个连结这个法定传染病小帮手刘大说干脆直接上架给大家用最简单，所以我有直接上架到 Chrome 的Chrome Web Store， 所以其实你如果用 Chrome 的 Web Store 去搜寻的话，我应该开在哪里啊？这里其实你会搜寻到我上架这个法定传染病定义小帮手，这个是公开的，因为反正都是公开资料，也没有什么不能给人家看的，所以你就可以就是上来装来玩。然后如果是刚才我讲的那个会议室 Hack 的那个 extension 的话，就是请大家用我那个 Google Drive 的连结去安装就好了有问题可以问我。好，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浩源。那线上线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已经简单在 chat 里面答复，就是说那一定要用 Cloud Code 或是这些 agent 来帮忙去开发嘛？那你可以用网页版，但是会让你觉得
稿纲，因为它会把需要的档案一个一个生出来给你，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去下载之后再贴进去这样子，那有可能贴错这样子。那所以是建议是说，要做这个事情，还是找那个就是专门在做 coding 的 AI agent。我觉得 Cloudcode 跟 Codex 的网页版理论上现在应该也都还算好用。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很可怕或门槛很高，你就开始用就好了。那如果会有遇到一些就是需要下载档案或者是本地端档案处理这些问题，反正你就再问他怎么做就好。他其实也会就是手把手告诉你，你要点开哪个资料夹，你要执行什么程式，他会教你。对，所以就开始试试看，没有问题的。那谢谢浩宇。那接下来我们5分钟快速工商时间，交给听雨。我现在先简单的那个 housekeeping 一下，就是那个大家有收到我一个请办单，就是有关于就是主权 AI 语料库的提供哦。那大家一定会很困扰，说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希望要求说大家一个文件就一个连结。那我有在那个就是咖啡里面分享，就是怎么样用 Cloud Cowork 去出一张嘴，就是真的是一句话到2句话，就自动把你需要的那个就是放在全球资讯网的那个就是 PDF 档，直接帮你就是整理成这个主权语料集的提供的一个希望的一个 metadata 啊，大家可以在那个咖啡里面再观看。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大家就会疑惑说，那为什么我每次都有来参加 AI 超充站，结果也有签到，为什么我的还会被那个人事通知我的学习时数不够啊？那因为那个目前那个人事总处是规定说，今年总共6个小时，那3个小时是基础，那3个小时是进阶。那个基础跟进阶的那个学分代码是不一样。那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所以我都把那个 AI 超充站的那个都是放在进阶的部分。所以他每次都有来的话，基本上你的进阶学分一定是满的。那记得就是基础的话，除了参加人事试之外，那我可能会选几次，我会把那个就是 AI 超充站的学分就是变成540，就是基础的部分。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好，那交给婷宇。等一下，我先加入一下会议。有吗？你分享会的连结是不一样的吗？哦，你后来有改过会议连结，老师，我看一下。但我发现前面跟后面不一样。好，那个我要分享特点。要分享你的话，对。你上来了。因为我在旁边。OK。好，那个等一下哦，有了。好。好，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分享超充站的分享比较算是单向的，那我们希望是有一个场合跟空间是可以让大家比较深度的交流。那这个深度交流就是也是希望可以不限于本身工作业务上面的交流，有可能是你日常生活中有使用 AI， 或是你有一些创意去发想，然后有一些 side project， 甚至自己在做一些小工具或是自动化等等的，我们都希望可以利用这个比较线下交流的场合来跟大家做交流。那这个社团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可能我们有改善工具流程，然后有做一些自动化，然后有 side project 跟
工具的实验这样子，就是希望是除了日常工作跟生活上面都可以做一些动手做。那这个社团讨论范畴，像我刚刚讲的就很广，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既有的成员也大概都来自 AI 办，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跟领域，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互相交流这样。那社课进行的方式呢，我们起初会是先以既有成员的一些 side project 去做分享，那也会做一些每一周可能会有一个 AI 的新知与一些技术的更迭，就是更新这样子。那也会希望说，如果日后我们的社员成员多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募资，然后我们找外部讲师做一些相关的教学也可以。对，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比较像是一个共学的团体，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害羞，也不要觉得说哦，可能别人题目太简单，我不想要参与的，因为其实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你可以精进的，或是你可以拿来做借鉴的地方。那目前社团营运的状况是因为我们这个社团不是署内的辅助社团，因为名额已经额满了，所以我们里面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费用，如果说你可能会需要订阅 AI 工具，或是我们会买一些硬体设备的一些器材零件，就是我们也可能玩一些开发版，或是做一些小的 Steam 的一些操作。那这个有的部分如果有支出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依照当下参与的人自行负担，或是共同评分这样子。那如果说当然社员成员够多的话，我们有可能一起买东西，我们也可以谈外面的一些采购方案这样子。那目前社课地点的话，就是预设是以林森办公室为主。那如果有非林森的同仁参加的话，我们会线上加开 Google Meet 同步。然后日期的话是基本上是以前一周社员投票统计结果决定，那就会选一天的平日晚上的6点到9点，那再视情况去延长时间这样子。然后我是本社的社长，然后分机3099，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络我。那后面还有一个入社登记表，这基本上就是你填完入社登记表的话，我们就会视为入社成功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门槛，就是欢迎大家填写报名表，然后来跟我们交流交流。谢谢大家。因为这个资讯等一下那个关是登到视讯的时候就没有了，那所以就是会再放在那个其他群组嘛，对不对？会放在卡片。我贴一下。哦，OK，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哦，我想要补充一个，换一个画面。刚刚就是这个简报档是在郑医师报告的当下，我快速请 AI 帮我做的。那我的prompt 就只有说，请你将我某某资料夹里面的文件内容去做了一个网页式的简报，把每一个大标的内容都拆成一页，让我可以快速用网页去做投影片报告。然后最后一页记得要放上我资料夹里面的2张 QR code 的图片，这样子。对，就是小小分享一下快速 Vibe Coding。好，谢谢婷宇。好，那个就是大家资讯可能就是或是我们下一个反正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会在下一次的那个传送带通知会加进去。那另外就是假如可以的话，就是参加的方式，英语可以再贴到那个就是 Oasis 咖啡上面，让大家有兴趣的人可以就是自己点入参加。好，那就是谢谢大家。我快速贴一下在那个 Google Meet 上面的那个对话框哦，大家如果不要太早离开的话，可以看到连结。
那就是我们画面会停住几分钟，然后我们就会断线。好，那就是记得大家点一下连结，有兴趣的就可以报名，然后跟婷瑜再联络。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其实也有一些这个讲创客，是因为我们也有在玩一些，实际上用一些开发板在做一些自动控制啊。目前是在帮中区那个拍蚊子蛋蛋哦，它这边有一些幼软桶的那个纸片上面需要去去算这个就是蚊子卵有多少颗。那我们目前也是用一些就是树莓派加上一些自动控制的方式，自动去帮它拍照，后面再加上辨识，